多年以后，阿妙再回家乡的街道上时，还会记得母亲带他赶早市的那个清晨。街上人声鼎沸，熙熙攘攘，充满了市井的热闹。他和母亲就在那小角落里，一边聊天笑闹，一边美滋滋吃着。好久没感受到这种人间烟火气了吧？阿妙自己也记不清了，母亲去世都20年了，重回老宅和妹妹阿瑶，却感慨物是人非。那些熟悉的旧物还在，只是时间久了，已满是灰尘。角落的保险柜特别显眼，应该有值钱的东西吧？姐妹俩满怀期待，打开却只有一家4口的合照。母亲的卧室依旧是旧时模样，衣柜里有个木盒，里面有些泛黄的信件，还有姐妹俩时的照片。这大概是母亲最珍贵的东西了吧？阿妙在盒子底部找到了老人家的日记，上面记满了中式菜谱：红烧鸡块、蒜香鱿鱼、大肠汤、蒸河鲜。恍惚间，仿佛听到锅碗瓢盆的叮叮当声，饭菜香飘满屋。妈妈忙碌的身影又出现在灶台前。妈妈，晚餐吃什么？这是阿妙小时候最常问的话。虽然现在尝过许多美味佳肴，然而母亲做的卤猪脚和萝卜糕依然是他心里最美味的食物。每当尝到这些，总会勾起他的回忆。那时光仿佛一下子回溯到1968年，来自台湾的父亲初遇来自日本的母亲，他们的相遇充满了戏剧性的不协调，但青春的爱情总是迅猛不及思考，很快坠入爱河。没过多久，母亲便随父亲来到台湾，而父亲是一个显赫家族的长子，亲总是忙于工作，被各种事务困扰。刚到异乡的母亲像小学生一样努力适应新的生活。母亲学会的第一道中餐是拍黄瓜，但摆上桌后一直无人问津。这份冷落如同他的生活现状，因为语言障碍，他听不懂餐桌上的对话，也无法感受父亲的情绪变化。当他知道家人有不想让他听的事，便用闽南话交流时，母亲陷入失落。嫁到这边真是对的吗？他向同乡人哭诉，而对方早来几年已会说闽南话。看到他顺利与本地人打招呼，母亲似乎有了些融入的信心。随遇而安，入乡随俗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似乎是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都要历经的心路历程。他就这样怀着许多心志生活了下来。8年时光悄然而逝，这期间阿妙出生并长大，母亲也能像本地人一样自在地逛菜市场，归来轻松做好一顿台式料理。没多久，妹妹也降生了。依照本地风俗，每天一个女儿，父亲便在树下埋灌女儿红。当时的阿妙还不懂这个传统的意义，但他却记得那天父母笑得非常开心。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，直到妹妹也到了上学的年纪，父母决定把姐妹俩送到日本读书，于是全家搬去了日本。但不幸的是，来到日本不久后，父亲就因病去世了。为了更好地适应这里的生活，母亲将姐妹俩的姓从父亲的言改成了亲。刚到日本，阿妙感觉格格不入，同学们带的便当都是玉子烧和饭团，而他的是粉蒸排骨、卤鸡蛋和叉烧饭。阿妙回家后要求妈妈帮他做日式便当，但不过1天他就反悔了。妈，便当还是做台式的吧，日式便当量少，还太清淡，根本不够吃。他还想在便当里加个卤猪脚，但日本不卖单独的猪脚，于是妈妈打算买整头猪回来。阿妙对此非常怀疑。生活稳定后，妈妈开始考虑找份工作，毕竟家里全靠他一个人，不能坐吃山空啊。毕竟现在这个家，他幸运地遇到的第一个面试官是自己的老乡，对方不仅给了他工作，还送了份家乡特产元巴豆沙糕。场面虽严肃，但母亲大口吃得像个孩子。第1天上班，同事们都被他的粽子便当吸引住，虾、咸鸭蛋、叉烧，馅料满满，软糯可口，让人忍不住赞叹。靠着这些美味，他很快和大家熟悉起来。附近的猪肉店也是母亲常去的地方，这里没有猪脚卖，但叉烧也让人吃得很满足。在阿妙心中，母亲一向是个乐观派，无论在哪儿，境遇怎样，他总能笑着应对。家庭生活总会有些波折。不久后，
上大学的阿妙似乎开始了若隐若现的约会，她不再愿意回家吃饭，且经常早出晚归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母亲选择写信表达心意。妈妈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什么事都说不行的母亲，但是阿妙啊，我希望你能理解，我的责任是把孩子抚养成，所以别做一个欺瞒妈妈的女儿哦。简单一句让阿妙感到愧疚，可傍晚回家时，母亲的一碗热粥让她瞬间松了口气。别躲躲藏藏，朋友可以带回家。母亲轻松说道。周末，她早早准备了一桌食材，并邀请了同事们来帮忙。刀具与砧板碰撞，发出令人安心的声音。出锅的糯米蒸腾着热气，炒菜时的火光让同事们啧啧称赞。猪肉店老板送过来的猪脚，也让两人抱着尖叫。心心念念的猪脚要怎么吃呢？先用毛刷刷掉表面的浮毛，然后从中间切开，放锅里慢炖。不久，阿妙的男友们来了，他们分别来自医学部、文学部和商学部。面对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们，母亲倒是一视同仁。她给文学院和商学院的男友都安排了体力活，而医学院的只需喝茶聊天，不劳动就不得食。但是未来的医生，保护好双手最重要哦。她贴心叮嘱，显然已经给阿妙选好了正牌男友。大家忙碌的时候，猪脚已经咕嘟咕嘟的冒泡，揭开锅盖，香味扑鼻而来。就在这时，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修电灯的文学院男友从高处掉了下来，发出一声惨叫。医学院男友这次终于能帮上忙了。最后正好猪蹄炖好，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下，姐妹俩沉醉地啃着猪脚，简直和仙灵小猎人一模一样。女生们忍不住感叹。为了让大家吃得尽兴，母亲示范了猪蹄的正确吃法，结果一不小心假牙掉了。在大家的笑声中，她羞红了脸，给牙医打了电话。太阳快落山时，母亲对医学部的男友格外关注。将来你们若能一起开家医院，日子肯定会很安定。家里有个医生也让人觉得踏实。母亲喃喃道。但学医的阿妙有自己想法，她将来不想做医生，更不想找医生当丈夫。这种代际分歧很常见，母女俩并不在意。可是人生总是充满意外。没过多久，看似健康的母亲突然查出了癌症，需要切除整个胃部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她只是低头对医生说，我是单身妈妈，现在不能死，拜托了。即使情况这么糟糕，她还是坚持参加了妹妹的高中毕业典礼后才住院。阿妙也没有告诉妹妹这些事。4个月后，母亲终于出院回家了。母女3人一起买了猪肉，日子似乎恢复了平静。新年刚到，母亲又给阿妙写了信。小妙，新年快乐，去年你帮妈妈不少忙，听说手术后3年很重要，但别担心，我会尽力。你也要好好计划未来，做好学生的本分。经历了这一切后，阿妙明白了，只要妈妈在，家就是最安心最幸福的地方。可时间就像无情的利刃，总是悄悄带走珍惜的一切。3年后，妈妈再次入院，只住了9天就永远离开了。切来的猝不及防，姐妹俩未及悲伤，就送走了母亲。佛龛前，妹妹阿瑶泣不成声。直到如今，她才知道母亲患癌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她质问姐姐。但阿妙也没预料到母亲会突然离世。3年前，妹妹正好在升学的重要阶段，隐瞒有时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也许会留下永远的遗憾。如果我早知道，一定会对妈妈更好。阿瑶哭着说，人生中的事大多数会过期不候，人们总是后悔错失，却不得不在岁月里悄悄与自己和解。冰箱里，母亲留下了很多粽子，以前平常的东西，现在却特别珍贵，要慢慢吃啊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不再能说出那句话，妈妈，晚饭吃什么？红尘滚滚，令人迷醉。妈妈离开后，你我只能独自闯荡。转眼到了2016年，阿妙变成了作家，阿瑶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手。姐妹俩回到了妈妈的故乡。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的故事。眼前这个男人叫钱野，是妈妈的青梅竹马。年轻时，他们互有好感，却从未坦白心意。母亲离开日本后，这段缘分也就断了。20年过去了，双方互相失联，各自生活着。某天，母亲突然给钱野打来电话，
重逢总带着些许生疏和尴尬。两人聊起近况和过去，都感慨时光飞逝。20年，沧海桑田，眼前人已不同，但那份牵绊却似乎依然在。然而，人生许多事都是无法善终，就像如今，刚有点暧昧，又不得不回到现实。不早了，我得去做晚饭了。母亲轻声说，一个人孤单时，总想见见老朋友，也许只是坐着说说话，就能给这世事变迁的生活带来点安慰。他们再次见面，是母亲第2次住院前，去了年轻时常去的游乐园。看着飞行塔，母亲感叹说，小时候没坐过飞机，总羡慕飞在天上的感觉，想去远方看看，于是毫不犹豫地去了异乡。如今回来，心中仍有不少遗憾。无论如何选择，人生总是没有标准答案。这朵玫瑰是青春时未曾表达的心意，现在天色已晚，不如一起散步聊聊吧。如果能一直这样生活，该是件很幸福的事吧。花开多风雨，人生有别离，生活总有分离。即将住院的母亲只告诉钱野，自己要去旅行了，可能会带女儿们去欧洲。两人约定下次再见。谁也没料到，那看似平常的告别竟成永别。我还想和你再坐一次飞机塔呢。母亲在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。这个心愿再也无法实现。阿妙很自责，关于母亲，他知道的太少太少。这些年，他拼命奔波，事业成功，也和当年的文学部男友有了幸福婚姻。但关于家的味道，他竟逐渐淡忘。小笼包、鸡汤面、卤肉饭，心中仿佛有种召唤，也许该回家看看。走在台南街头，似乎并未改变。阿文让人顿生隔世之感，直到重返老街巷，见到昔日相邻，童年记忆才慢慢泛起。有客登门，定会有一桌丰盛的菜肴，蒸咸子、甜不辣、酒烧鸡，当然还有阿妙最爱的萝卜糕，这些都是妈妈的味道呀。邻居们家里放着2坛女儿红，阿姨说，中国人家里有了女儿时，就会在地下埋一坛女儿红，直到女儿出嫁那天拿出来与来宾分享。突然间，阿妙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回到老宅，那棵小树苗已经长成了花树，挖开黄土，2坛女儿红出现在眼前。这是当年父亲亲自埋下的。岁月如白驹过隙，阿妙和阿瑶早已成人，各自成家。那2坛女儿红被泥土掩埋，未曾见证姐妹俩的成长。如今阿妙亲手挖出，也算是个圆满。人生起起伏伏，成为真正的大人，得经历许多事，走过无数风雨，但无论如何，都要记住珍惜自己。阿妙到了中年，终于有了归属感，他决定效仿母亲，温柔而坚定地过完这一生。虽然还没学会做绝佳的卤猪脚和萝卜糕，但母亲的那套老厨具还在，家的味道永远留存，家的味道永存。人生短暂，谁懂爱深重？辛苦了，妈妈。这一生，你困在厨房与爱，来世，但愿你能快乐地踏遍山川湖海。妈妈，晚餐吃什么？一部充满人间烟火的影片。母亲一生经历了无数，在异乡的孤独心酸，作为单亲妈妈的焦虑惶恐，肩负家庭重担的坚韧无言，以及面对疾病的乐观豁达。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她尽心尽力为女儿们撑起了一个避风港。这里有美食的香味，也充满了无尽的爱。我们不必赞美母亲经历的困难和艰辛，但那渐行渐远的家庭温暖值得纪念和珍惜。若无别离，怎知情深？日常的食物中满是爱与深情，凝聚成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活烟火。多年后回首，我们才明白，与家人围坐一起欢快吃饭，竟是平凡人生中最安心也最奢侈的幸福。所以，妈妈，晚餐吃什么？当我们还能随口问出这句话，就说明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永远可以回去的家。男子一觉醒来，床边站着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。面对突然闯进生活的小姨，大吉有点后悔昨天的冲动。就在昨天外公的葬礼上，他第一次见到她，他还没开口，小女孩就有些怯怯地跑掉了。母亲说对方是外公的私生女时，他立刻瞠目结舌。葬礼上，亲戚们围着老人的棺木做最后的悼念，大吉老是不由自主
瞟向站在前边的小姨。小女孩回忆起与老人共处的时光，她跑去外面摘了一束花。大吉妈妈认出这是父亲生前最爱的龙胆花。小女孩想把花递给老人，却发现老人已经手僵了。无奈之下，她只能把花放在老人手背上。葬礼刚刚结束，大家就开始议论起小女孩的去留问题，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。大吉的舅舅一脸嫌弃，直言说要是外人知道了就丢脸。还有亲戚提议把小女孩送福利院算了。他看了看小女孩，淡淡的问她要不要去他家。小女孩虽然没回答，却默默地抓住了大吉的衣角。在亲戚们震惊的目光中，两人的缘分在这一刻正式开始了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大吉跌坐在厕所里，他懊恼地自责耍什么英雄。吃饭时，小女孩懂事地给大吉抓了饭团。大吉也这时才知道她叫小凛。尽管两人在一起时间不长，却已经很有默契了。吃完饭，两人散步去商场。大吉想起母亲的劝诫，不停在脑海中反思自己的对错。商场里的她拿条裙子在镜子前比划，滑稽场面引得周围人偷笑。大吉尴尬地匆匆离开。看着大吉手中的裙子，小凛小声说幼稚园不会允许穿这个。大吉突然想到，小凛不能总待在家里，选择幼稚园成了他首要任务。晚上他开始在电脑上查找附近的幼稚园。正当他一筹莫展时，妹妹打来电话，电话里给了他3个选项，虽然帮了大忙，但选哪家还是个难题。正好他看到桌上一本杂志，虽然离家和公司，但这却是最折中的办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为了同时送小凛上幼儿园和自己上班，大吉不得不带着小凛挤早高峰地铁。看着小凛被人挤得可怜巴巴的，大吉温柔地将她抱起来。到了幼儿园，和老师简单交代情况后，大吉准备赶去上班，但回头看到小凛正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，他心软地跑过去，承诺下班一定会来接他。小凛目送大吉离开，内心相信他不会骗自己。等他赶到公司的时候，还是迟到了。虽然一天的工作被打乱了节奏，但大吉并不在意。自从收养小凛后，他总是忍不住挂念她。下班后，大吉便一路飞奔，因为他知道小女孩还在等他。他赶到幼儿园时，只剩小凛一人了。见到大吉后，小凛眼角露出笑意。到了周末，为了方便接小凛，大吉带她去商场买了一双运动鞋。两人再次在电玩城玩游戏，随后一起享用了晚餐。忙碌一天结束后，两人相拥入睡，画面温馨和谐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大吉每天都很忙碌。为了不迟到，他每天都要抱着小凛跑着赶地铁，去公司的路上也跑着赶。而小凛每天都盼着大吉回来。小时候他在幼儿园总是显得安静又孤单，但一看到大吉，脸上就会立刻笑开花。回到家的大吉累得趴在地板上，被妹妹的电话吵醒，对方提醒幼儿园只能再待3天。大吉立刻清醒，他不得不开始烦恼小凛的学习问题，心里一阵纠结。大吉终于下定了决心。第二天他找到上司，申请调去不用加班的部门。上司对他的决定有些遗憾，但理解他的情况，最终还是无奈同意了。看着大吉在收拾工位，同事们对他的选择感到很意外，但对大吉而言，这是解决生活问题的唯一办法。之后大吉去了新的工作地点，小凛上了新幼稚园。早上醒来，大吉发觉床有点湿，发现是尿床了。小凛却说是汗水，但第二天同样的事又发生了。大吉明白他不敢上厕所，告诉他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叫醒我，没关系的。小凛还坚持那是汗。白天大吉和同事们讨论小孩子的心思，听完大家的话，大吉陷入了沉思，决定晚上一定要和小凛好好谈谈。他来到小凛身边，告诉他其实自己小学时也尿床，一直到6年级。小凛听得好笑，但看着严肃的大吉，忍不住问他一个特别的问题：大吉，你以后也会死吗？话题太沉重了，大吉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他只好抱起小凛，告诉他暂时不会死。两人坐在台阶上，
大吉听小岭讲外公的事，在小岭的记忆中，外公是个温柔慈祥的老人，一直努力守护他。大吉安慰小岭，不要忘记外公的话，这样外公就会永远在你心中。虽然没完全懂，但小岭依旧微笑着。他拿起水壶浇灌爷爷喜欢的龙胆花。晚上睡觉时，怕黑的小岭躺到了大吉旁边。大吉安慰他睁开眼。小岭抬头看时，满天星星映入他眼帘。这一天，小岭终于安心入睡，他心中满是大吉的温柔。第二天，大吉照常去接小岭放学。小岭看到大吉，高兴地扑进他怀里。这时，小岭的同学杏树的妈妈也来了。杏树妈妈拉起小岭的手，兴奋地说，她非常高兴见到儿子在幼儿园的朋友，但是她很快注意到小岭发烧了。杏树妈妈带大吉他们去了医院。从医院出来后，大吉和杏树妈妈聊起天来，他感到很内疚。小岭可能早上就开始发烧了，他却一直不知道。晚上看着小岭难受，大吉有些怀疑自己能不能当一名合格的监护人。照顾小岭一夜的大吉被门外的喊声叫醒，原来是杏树妈妈带着杏树过来帮忙。杏树妈妈告诉大吉，烧退了就不能再捂被子了。大吉认真听着，但内心更多了一份自责。事后大吉和杏树妈妈聊起他和小岭的关系，杏树妈妈却笑着说，这有什么关系？那孩子当时不是紧紧抱着你吗？他知道谁对他最重要。大吉听了很感动，在一旁忍不住流泪。但很快他收起情绪，向公司请假一天照顾小岭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吉醒来，看到小岭正在帮他做饭团，他忍不住笑了出来。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又被打破了。大吉这天无意间翻到小岭的保育手册，一个邮箱地址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通过这个地址竟意外联系上了小岭的生母。对方很快打来电话，大吉小心翼翼地接起。隔天早上，大吉将小岭送到父母家。父母见到小岭后态度转变，热情地和他打招呼。看着准备离开的大吉，小岭显得很茫然。大吉也终于和小岭的亲生母亲见了面。让他意外的是，小岭的母亲竟是外公以前的保姆郑一小姐。她抛弃小岭的原因竟然只是没时间照顾，这个理由让大吉很不爽。但郑一小姐还透露了一个更大的秘密，原来小岭不是外公的亲生女儿，只是为掩人耳目，帮他们母女。大吉既震惊又觉得郑一小姐让人失望。就在他骂骂咧咧的离开时，郑一小姐却追了上来。他原以为对方会表达歉意，然而他只是请求收留小岭。这时开车的大吉才明白了他的打算，原来是为了彻底切断和小岭的联系。回到父母家，父母和妹妹正在和小岭一起玩游戏。看见这一幕，大吉心中的阴霾才算消散了一些。关于见过小岭生母的事，他决定保密。见大吉走近，父亲看出儿子的心事，笑着表示佩服大吉的决定。责任感和担当是他年轻时没有的。此时父母已经知道他为小岭调岗降薪的事。看着母亲笑盈盈的脸，大吉感激父母的支持。第二天上学路上，一大一小牵着手，大吉突然问小岭愿不愿意以后跟他姓。小岭有些困惑，什么意思？大吉才解释说是想当他的爸爸。但这时小岭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大吉一时有些失落，他不懂小岭为什么不愿意。大吉正在工作时接到一个电话，他立刻跑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杏树妈妈也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然后也冲了出去。原来小岭和香树在幼儿园失踪了。大吉和同事们四处寻找，野的母亲焦急地给丈夫和女儿打电话。大吉父亲收到消息也顾不得年纪大了，亲自骑上单车加入寻找。此时小岭和香树遇见了一个陌生男人，大吉那边紧紧握着电话，心里充满了恐惧。他根本无法想象2个6岁孩子会去哪里。他不知道的是，2个小家伙竟在男人的帮助下到了陵园。原来小岭是陪香树去祭奠他爸爸，香树在爸爸墓前哭得很伤心。小岭这时也大声哭喊起爷爷，找了半天没找到。大吉和香树妈妈满脸担忧，刚好看到回来的2人。杏树妈妈抱着杏树哭，问他们去哪了。杏树说他想爸爸了。大吉生气地告诉小岭，大家都很担心。
嘴上责备，但心里松了一口气。小岭害怕地看着大吉，以为自己会挨打，但下一秒就被哭着的大吉抱住。最终，大吉父母满脸幸福地接小岭放学，生活回归平静。大吉仍然与小岭一同生活，尽管两人的早晨依然繁忙，却温暖而充实。大吉似乎明白了小岭当初拒绝他的原因，在他的世界里，恐怕爸爸意味着失去吧。